那些年瞒着我妈买的减压小玩具，我猜你肯定没玩过。奶酪老鼠杯，这一定是2只社恐的小老鼠吧？什么时候我们人类也可以进化成这样啊？不想与外界打交道的时候这样，想与外界互动的时候就探个头。你说的那玩意好像叫王八吧？奶酪感觉有点生硬，耐不住这2只老鼠太可爱了。半年攒了3块大洋，买一个还要啥自行车啊？出气岩石人，不仔细看我还以为它是炸酥了的臭豆腐。你看这模样像不像刚下班时候的你？这是晚上8点社交牛逼症的你，这是晚上10点说要睡觉的你，这是晚上12点还没睡着的你，这是晚上1点睡不着的你。就这灵活的小眼神，能下10碗饭。大猩猩捏捏，这是肌肉猛男大猩猩，手脚灵活能解压，不知里面装了啥，足足重达800斤，身强体壮不怕摔，100米高空往下丢，再加佛山无影爪，抗住巨大的压力，归来依旧是猩猩，揉揉捏捏就复原，有种再揍老娘100遍。解压荷包蛋，它是解压荷包蛋，还做成了你最爱吃的样子，手感滑溜滑溜的，中间的蛋黄特别软。这个暑假作业有点多，你就拿它戳一戳，戳它108遍。暑假作业也少不了。我妈问我这是什么鬼，好像鸡蛋进了水，丢锅里煮煮，也许还能吃。雪球捏捏，听说这玩意捏起来有踏雪的声音，我咋这么不信呢？要是你捏不出踏雪的声音，本仙女今日就斩了你。哇哇哇，真的有踏雪的声音，而且这里面的东西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那就斩了它吧，感觉像面粉一样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小朋友可千万别拿它做蛋糕。那些年瞒着我妈偷偷买的减压玩具，你都玩过哪几种？注水气球。老板说这个气球注满水后怎么摔都不会破啊，看别人玩感觉真的很有趣啊，比普通的气球要厚了许多，不知道装完水后它是不是真的摔不破啊。先注入800吨不要钱的矿泉水，再用皮筋给它扎紧，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。哇哇哇，这也太有弹性了吧，感觉每一巴掌甩下去都很爽啊。用我10年没洗过的仙女脚小心翼翼地踩一下，哈哈哈，这水球玩起来也太有意思了吧。拔胡子大叔，这个玩意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，总共有12种款式，拆开看看我买的是哪个大叔。原来是一个叫酷酷的小玩偶，穿了一件蓝色纸尿裤，小屁屁上面打着的还是蝴蝶结，脸上还长满了小胡子，这造型也太邋遢了。老板送了一个小镊子，让我小心翼翼地帮酷酷大叔把胡子拔下来。哇，这也太爽了吧，简直是强迫症的福音啊。好好奇拔完胡子会是怎样的，哈哈哈，胡子大叔变成呆萌小baby了。粉红拉拉猪，200个月大的baby被老妈催婚的，赶紧准备一个粉红拉拉猪啊，手感 Q 弹，有种杀猪的快感。你们说我现在还算是一头猪吗？给它揉一揉再捏一捏，它就又恢复成一头元气满满的小屁猪了，非常的耐撕啊。减压魔方，我的倒霉同桌说这玩意好，和骰子一样小巧，每个面都有不同的按钮，按键挺顺滑的，让我这无处安放的小手有了发泄的地方。平常的时候都喜欢啃手指玩，有了这玩意后感觉太舒服了。那些年瞒着我妈买的童年小玩具，你都玩过哪里种什么？电磁迷宫。小时候在街上看到有人玩这个电磁迷宫，总想上去玩一把。有3种不同难度的轨道，我当然要玩最难的那个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紧张的俺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哎呦我去，我这暴脾气！魔术伸缩棒，这个长得有点像串天猴，前面是可以伸缩的卷纸。研究了一下，我想它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子玩的吧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段辟邪剑谱之独孤九剑。
啄木鸟爬杆，这个小时候我没有玩过，感觉底座的木头有点太轻了。这个玩具对小学生来说太幼稚了，但是对于我这个300个月的小 baby 刚好合适。这样的玩具不建议多玩，玩多了容易太开心。拉哨，买了升级款的，还自带灯光效果。小时候都是用酒瓶盖做拉哨，老担心绳子断了割到脸。现在这种塑料的玩起来就安全多了。竹蜻蜓，应该没有没玩过竹蜻蜓的小朋友吧？不知道以前网络不发达，这个玩意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？小时候校门口小卖部5毛一个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居然涨到1毛一个了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玩具，你都吃过哪几种？手摇风扇，假如电风扇只能当电风扇使用，那我还买电风扇有什么用？你看它就不一样，手动发电不仅可以吹风，还自带音乐。风速可以根据单身800年的手速来电动调节，把小猪的脸蛋扒拉下来，里面还装着一包草莓味的硬糖，这大小非常的银杏。把小猪的脸蛋安回去后，它还是一个卷笔刀，用它削出来的铅笔又尖又长，很好写字。篮球机，打篮球我知道 NAB 那种，这种篮球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？我先替你们尝尝看这篮球好不好吃。水果味甜甜的，把篮球倒入篮球场，再动动你脚趾头，连续完美的5分跨栏。2024年 NAB 的冠军杯，我定要和梅西一较高下。智能手表，老板说这是一款智能手表，不仅可以盲猜时间，还能日行8万里，浅试一下有什么特别？卧槽，还是一枚暗器，这命中率多少有点智障，应该有一包糖果才对。哦，原来在这里，哈哈，这个位置也太适合藏我那倒霉同桌的私房钱了。走你！小恐龙，我妈说要想学习成绩好，就得从头绿到脚。这只小恐龙一看就被绿得很纯粹，里面的糖果也是绿色的。这味道像极了被美丽校园毒打过的爱情，酸甜得很。学习机，这款学习机一般的小学生怕是驾驭不了，让我这个2班的大学生买来给你们尝尝看好不好玩。你别说，这糖果有滋有味，像极了糖果的味道。想当年这款学习机在我手里发挥了它最大的功能，那就是让我开心了一整天。一块野猪肉，在校门口小卖部买猪肉的时候差点被热死，还好买了这块野猪佩奇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卖几粒糖果还送一个电风扇的亏本买卖，一般也就骗骗小学生。像我这种小学读了10年的大学生，是不可能会花19.9块买下它的。那些年瞒着我妈偷偷买的减压小玩具，你都玩过哪几种？发光回旋球，想不到现在小屁孩的玩具已经这么黑科技了。打开开关看一下，这转速高达800公斤，据说夜晚的时候非常炫酷。我们关灯看一下，球抛出去后还能自己飞回来。哎，咋迷路了呢？再试一下，这也太有意思了吧！太极八卦陀螺，这款陀螺真是让本仙女爱不释手啊！想不到太极八卦和陀螺的结合如此炫酷，我轻轻一转，结果它足足转了7分半钟，比德芙的妹妹得了吧还丝滑啊！旋转魔方又是一个上班摸鱼加倍快乐的好帮手。正方形的旋转魔方很少见啊，不动的时候放在一边当摆饰，旋转起来非常的丝滑，还有多种玩法，瞬间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候。磁性玩具，这款解压玩具很适合我这种好动的小公举啊！轻轻一推，再把上面一个往后压，
就是这么简单。刚开始有点接不到，上手后就好玩了。我那每天对我的倒霉同桌动手动脚的毛病，就是靠这玩意养成的。旋转棒棒糖这个玩具对于3岁小 baby 而言太幼稚了，但是对于我这个80岁的小顽童而言最合适不过了。上课可以偷偷用它摸鱼，放桌上当摆件也很好看。